最近啊，工作非常难找啊，大环境很不好，竞争是更加激烈了。有一个粉丝啊，能不能用这个奇门遁甲帮他看一看，面试有没有希望？时干是来克日干的，这件事情不要他，是不是就是针对他看到的是你？他对小吴其实无所谓的，空亡又死门，这一听就不行了，对吧？真的是一点机会都没有。Hello， 大家好。大家好，哎，木鱼老师啊，最近啊工作非常难找啊。我身边的朋友啊，那些简历丢出去呢，就跟石沉大海一样，完全没回应的。有一些甚至他等了1-2个月，最后还是凉凉，真的太折磨人了。是的，现在的大环境很不好，而且你看很多公司它放慢了招聘的节奏，竞争是更加激烈了。老师，你知道有一个粉丝啊，他投了一个非常心仪的岗位，那现在已经等了1个多星期了啊，还没有消息。他现在已经感觉自己凉透了。那老师能不能用这个奇门遁甲帮他看一看，这一次他的面试有没有希望？可以，我们可以起个局来看一下的。那我先说一下这个粉丝的基本情况哈，他现在30多岁了，叫小吴，然后呢是在深圳的。他最近呢是面了一家比较大的科技公司。那面试的时候呢，他觉得自己的表现还不错，有点信心的。但是现在已经等了1个星期了，没有任何反馈。那现在他是想问，他应该去继续等，还是去投另外一家公司？那我们就是来看一看奇门局怎么说吧。这里呢是要看4个宫位的，日干代表求测人，也就是代表小吴现在的能力和状态。那时干就代表这件事，也就是他的求职这件事的进展。还有就是指使门，指使门为什么要看呢？因为这里代表了人事主管对他的态度。最后就是看这个公司这个工作岗位，就是看开门。好，那我们现在知道这4个步骤了，那我们赶紧看看小吴的面试能不能通过。好，那我们看到这个盘的格局是一个福银局，辛福银，还有其宜福银。我记得老师之前有说过，福银代表就是缓慢，甚至是不动。对，就是所有的9星都在原宫位不动，那就代表整一个政策大环境现在在原宫位是没有动作的。这里是不是可以推出那小吴整个面试这件事情就是不动，或者是进展？没有进展，没有进展。对，那首先看日干癸就代表求测者小吴，那他是临了玄武、杜门和天蓬。那玄武你知道了，迷茫，那就很对应小吴现在的状态，他就是很迷茫。对，然后杜门则代表信息闭塞，那他就没有任何的消息来往，没有收到任何的信息。然后刚刚说的9星福银，也就是天蓬，它是在原宫位，代表大环境没有任何动作。所以现在我们结合这些信息，我甚至能大胆的推测，是不是他面试的时候面对面试官的问题也是很迷茫？哎，有可能哦。那我们再来深挖这件事哈。时干现在是任落在坤宫，那这里就看到直符入木、休门和天瑞星几个信息。直符入木哈，那就代表他的通知书入木，代表没有信息，也代表领导入木。对，因为直符是最大的嘛，那就代表领导对他没有任何的感觉，就不知道入木了哈。那休门也代表停滞在这里，天瑞星就代表有问题，而且啊，这里时干是来克日干的，等于这件事情不要他，那事情不要人，代表这件事凉凉啦。我懂了。那总结来说就是入了木啊，既代表没有通知给到他，也代表这个领导呢，也不知道他，所以整件事情呢就停滞了。那接下来我们不如看一下这个 HR 是怎么看待小吴的吧。没错，我们刚刚说指使是来看面试官的，也代表招聘主管。那么在这里招聘主管他是临了一个什么？你看哈，临了空亡、死门、六合还有天冲星，而且是落在正宫。那首先空亡按字面意思没有空，没有了，那就代表主管没有想法。死门代表死掉的，对，就是主管没有心动啊。而且六合则代表他有很多的选择，天冲，对，天冲也是热闹。对，其实就代表他其实很多的选择。那我们还可以兼看对宫，临了9天生门天柱星。那9天大家都知道，就代表要求高、野心大，就代表主管眼睛长在头顶上。对了，对，生门也代表他比较看重现实，比较注重人才能不能给他带来实际的效益。还有天柱星，我们说天柱星叫顶梁柱，那也代表他很有话语权。那我结合这些信息，我来推理一下啊。前面呢是空亡又死门，这一听就不行了，对吧？然后呢，我们再看这个招聘主管呢，
你说他要求高了，然后呢他又很注重这个现实，然后又有话语权，HR 就直接把他刷下来了。对，其实是真的是一点机会都没有。你想想这件事又克他，然后我们的招聘主管又看不上他。那为什么呢？我觉得小吴的条件其实也不差呀，这招聘主管是不是就是针对他，看他不顺眼？那我们可以来接着分析嘛。那我们来看一看他的面试单位，也就是看刚刚说的开门。开门这里是落离宫啊，临了丁加丁、天阴星和腾蛇。那首先开门工作岗位，这个作为用神。是的。丁就是代表人才，人丁嘛。那丁加丁则代表这里人才很旺，很多人。对，而且临官位，丁落离宫为临官。对，那临官位就代表这些人个个都是人才，那就直读很多人才。OK， 就是这家公司的规模，前面也说了是大的科技公司，那就是人才多，竞争也大。对，这就是说大家的条件都特别好。那离宫是属火的，开门又属金，那金火在这里相克，就代表这个工作压力很大。攻克门，那这里就是开门攻治，所以工作压力大。对，这又是一个新的知识点了。那我刚刚说到人才济济，代表这个主管他有挑不完的人，所以他对小吴其实无所谓的，没有给他说抛橄榄枝，没有说很看得上，也没有心动。对，那老师，这里还有一个天阴，有一个腾蛇，那它是代表什么呢？首先，天阴星也代表这些人才他的学历很高，天阴星呢是属火的，在这里也代表竞争斗争。还有腾蛇是代表反复，也就是这个岗位会反复的换人。那我懂了，其实就是他这个岗位可能要求也很高，你一达不到要求就会马上换人。竞争大嘛。那其实小吴也不用太丧气啦，我觉得公司一般般吧，这岗位又不好做，压力又大，还经常换人不稳定。对，那这次面试可能就希望不大了。不过老师，咱们能不能从奇门的方面帮他补救一下，看看哪些方位利于他找到工作？这个当然可以了，在奇门的里面，就是最擅长就是看哪个方位是对他吉了。那这里对他吉利的方位就是在正西边，所以我会建议他多往正西边去走，可能会带来新的工作机会。另外要保持平常心，机会有时候就在转角哦。我想一下，他是在深圳的西边就是南山，还有宝安区。那小吴可以试试这2个区去找一下工作。那希望你能找到心仪的工作了。最后我还是要帮小吴多问一下，就他之前投这个科技公司失败了，那老师能不能给他推荐一个行业去投呢？那这里有看到生门旺他呀，所以可以试试销售岗位。销售岗位。OK， 那其实我们面对求职过程中的种种不确定大家保持耐心和信心，那你终究会迎来自己的机会的。那大家如果也有求职上的困扰，不要忘了 follow 我们的 channel， 留言你的故事，那木鱼老师说不定就能帮你解答哦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